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是始于现在，大家应该对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其实从中共建政以后，因为长期处于这种军事领导机制，我们知道中国一向是以军队掌握军队就掌握了天下。那么现在我们最经常看到的是军委主席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其实军委主席这个职务呢一直有，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长期担任这个职务。后来我们看到的是邓小平。那么最终这个职务在中国其实是真正的实权，其他都是虚名。包括名义上党的总书记，主持国家工作的国家主席，主持党务工作的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加在一起都顶不上一个军委主席的头衔。那么中国的民主化它开始于哪一步呢？中共建政以后，开始于党内民主，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从辛亥革命中国推翻了帝制，很快袁世凯又搞了一个红线复辟。那么红线之后短暂的还出现过一个张勋复辟。其实1928年开始的国民政府，它也是一个没有名义上皇帝的帝制。全国你可以批评所有人，但是你批评蒋介石，就很容易让你遭遇到危险。我们知道30年代曾经搞过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留学德国的这些国民党将军们回来以后成立了蓝衣社，最后因为国内的舆论压力太大，推翻大清的这帮民国元戎都还在，最起码论名望不输于蒋介石的有很多位。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权力大大的受到了削弱。那么中共建政以后就不一样了，他搞的这个一言堂是真的，所以在中共党内一直有一股声音，是希望能改变一个人决定全体中国人命运的这种党内集中制，要求党内民主。那么没有可能用正常途径的。70年代我们看到出现了一次571工程，整个571工程中核心的人物是林立果，作为一个青年少壮派红二代，他要搞造反的，要搞武装起义的，对不对？那么紧接着经过连续的2次政变，从所谓的76年的10月份到78年邓小平上台，华国锋和邓小平连续发动了2次夺权，清理掉原先待在台上的这帮人。所以在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首先出现的是党内民主的呼声。这个代表人物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是胡耀邦。那么伴随着党内的声音，党外有很多人在配合，无论是知识界还是青少年。所以我们看到了学潮，看到了西单民主墙，看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我们看到了6·4，机枪和坦克掩盖了一切抗争的声音。到这一步开始，
中国才真正走向了宪政民主的要求。之前都是中共党内的游戏，那么现在变成一个全民的诉求了，因为合理非走不通了，在中共党内呼吁，发动民众来帮助呼吁，都走不通。青莲献出了血，有一些政客被边缘化，甚至有很多人一生郁郁而终。那么走向完全推翻共党一家独大，要求中国重新走回辛亥开启的民主宪政之路，这种呼声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主流。可以说，在思想界发起的这种呼吁，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同情，即便他的人还很少。中国人单有一样好，擅长急转身。我们都知道，现在国内大的气氛是不许谈论政治。那么当有一天真的中国出现了转变，会不会有绝大多数人跟从呢？我们知道他一定会跟从的，因为没有人愿意在这种体制中长期的生活，它是一种很难确保你安全的体制。今天你混得挺好，明天你就被开除出人民的队伍了。当你不再是人民的时候，在这个体制中，你自然就被边缘化，甚至你埋怨的多了，你就会成为被打击的对象。现在在台上的这些领导人，他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其实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有人把它形容为火山，有人把它理解为顺民，其实这都不是中国。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合体。在没有出现政治崩盘之前，大家好像都是不说话的，不关心政治的。其实这并不是事实，事实是每个人都在关心政治。经过文革熏陶的这一代还没死光，他们还在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他们想干什么？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吗？他们想砸烂一切旧的秩序，包括现在正在通行的秩序。他们想消灭两极分化，均贫富。你不要以为他想捍卫毛泽东的思想，其实没有。他抓的也是一面旗帜，他想改变自己的人生，他觉得活得太憋屈了，应该按照毛泽东说的，阶级斗争要连连搞，月月搞，天天搞，文化大革命要过一段时间就来一回，扫除一切地修反，把骑在他们头上的人打翻在地。这就是中国。中国从来就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已经进入了现代国家，其实没有，很久之后都不会有。所以中国的民主革命它一定是伴随着枪炮声，和平转型的可能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还需要和平理智的去谈民主化呢？他们不是不了解中国，他们只是不愿意承认。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忍受了3000年的帝制，至少大一统已经有2000多年了。
有一个皇帝，然后所有的官员都是代天子牧民，权力传承有序，出了问题还可以上诉。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总觉得会找到一个包青天。中国离民主很遥远，中国一直活在帝制中，所以中国要推行一个民主化的道路，不仅要很长远，而且实质上的民主我们几乎看不见，我们能看见的只是改朝换代，只是太多人打着民主革命的旗号而已。那么未来的中国很快就会走向这个循环，这在中国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大家已经非常熟悉它了，没有人愿意看着它发生。但是它是未来中国极有可能形成的3条道路之一，不必忽视它。这就是我们躲不开的路径之一。谢谢大家，再见。